何为修行？许多人认为，修行是一场与世隔绝的苦旅，只有远离喧嚣尘世，方能真正叩响修行的大门。然而，这不过是对修行的片面曲解。事实上，修行并非要远离人群，真正的修行，恰是将心灵的修养悄无声息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，它无处不在，触手可得。甚至可以说，修行的关键所在，便是此时此刻就在我们眼前看到的一切。回溯佛教的漫长历史，其中六祖慧能禅师的教义为世人所传颂。六祖慧能禅师以其超凡的智慧，开创了影响深远的顿悟思想，更为在家修行的佛弟子们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修行通途。他曾留下无相颂，字里行间蕴含的修行之道，特别适用于在家居士的修行旅程。或许不少人对这首无相颂略有耳闻，但真正能洞悉其深刻含义的却寥寥无几。慧能禅师明确指出，修行的真谛无关乎出家与否，其核心在于能否将教义付诸实践，真切体悟其中的智慧，而非仅仅拘泥于外在的形式。他在无相颂中留下真言：但依此修，常与吾同处无别。若不做此修，剃发出家，于道何益？这寥寥数语开示了人们对修行的错误认知。修行的核心绝非简单的剃发出家这一外在形式，而是内心深处的觉悟以及身体力行的实践。倘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琐碎日常中能够秉持修行之心，让内心时刻保持平静，行事光明磊落，正直无私，那么我们便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与佛菩萨同在，无论身处何方，都能获得心灵的庇佑与指引。修行无关出家在家，却有真伪之分。若渴望修行有所得，六祖禅师所提这7大要点，务必逐一践行求证。1. 心平和劳持戒。在佛教的修行体系中，戒律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提及持戒，许多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便是种种约束，仿佛自己被无形的绳索捆绑，诸多行为被明令禁止，觉得这是对自由的无情压抑。然而，这只是浮于表面的误解。持戒的真正意义，并非是生硬的束缚，而是如同温柔的清风，拂去我们内心的尘埃，去除那些纷扰的杂念与无尽的烦恼。六祖慧能禅师以其深邃的智慧教导世人，修行的关键在于心境的平和，而非流于形式的外在约束。若我们能够修炼到内心平和如镜，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与他人相处，我们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，自然而然地会契合菩萨戒与5戒十善的要求。心平宛如大厦之基石，是修行得以稳固开展的根本。在六祖禅师的智慧认知中，持戒并非是强制的束缚，而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心意持守。当我们的心如同澄澈的湖水，没有一丝杂念的涟漪，戒律便会如同种子落入肥沃的土壤，自然而然地在我们内心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。此时，我们无需刻意地强迫自己去持戒，因为戒律已然成为我们内心的自然选择，是我们灵魂深处最本真的流露。倘若我们的内心被烦恼与杂念充斥，犹如乌云密布的天空，那么戒律便难以在这片混沌中扎根，更无法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如同迷失方向的船只，被欲望、恐惧、愤怒等汹涌的情绪浪潮席卷，导致行为偏离正轨，甚至无意间伤害到身边的人。而当我们历经修行的磨砺，能够以一颗平静且坚定的心去迎接生活中的每一天，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风雨交加，戒律便会时刻守护着我们的心灵与行为。2. 行直何用修禅？修禅绝非简单的坐在蒲团上闭目冥想，也不仅仅是在幽静的闭关室中独自打坐。真正的禅，宛如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，是一种超脱凡俗的心灵状态，是内在宁静与无上智慧开悟的奇妙融合。禅修的终极目标，并非是让自己如同鸵鸟一般
逃避尘世的纷纷扰扰，而是要在这纷繁复杂的尘世中，寻找到内心深处的那片宁静港湾，让智慧的光芒照亮前行的道路。六祖慧能禅师曾留下教诲：心端行真，自由自在。这简短的话语，犹如一把精准的钥匙，深刻地开启了禅修真正含义的大门。修禅的关键在于心直与行直。心直意味着内心纯净无染，没有一丝杂念的侵扰，行为正直不阿，不为世间的名利、情欲等诱惑所动摇，始终坚守内心的正道。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，宛如置身于一片错综复杂的丛林，会遭遇各式各样纷繁复杂的情境，以及千丝万缕的人际关系。当我们能够在这喧嚣的尘世中修炼出平心静气的功夫，将全部的注意力聚焦于当下的每一个瞬间，心无旁骛，犹如清澈的溪流，不被任何外在的干扰所左右，我们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会展现出真诚与正直的光辉。无论是在职场中拼搏奋斗，为工作全力以赴，还是在家庭中与亲人共享温馨时光，承担起家庭的责任，亦或是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参与各种事务，我们都能以一种平和、正直的心态去从容应对。这便是禅修的实质所在。它并非仅仅局限于在禅堂中那安静的打坐时光，而是如同灵动的泉水，将禅的智慧巧妙地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微行动之中，让生活处处闪耀着禅的光芒。三、恩泽孝养父母孝，这一古老而深沉的美德，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镶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皇冠之上，散发着永恒的光芒。同时，它也是佛教修行中至关重要的核心要素之一。六祖慧能禅师以其慈悲的智慧，着重强调修行的重要维度之一，便是孝顺父母。无论是在佛教那博大精深的教义中，还是在道教崇尚自然和谐的理念里，亦或是儒家倡导的道德伦理体系中，孝顺父母都被视为最为基本、最为重要的道德准则，如同大厦的根基，支撑着整个道德体系的构建。一个真正踏上修行之路的人，必须首先学会感恩与报恩，而最直接、最实际，也是最能体现感恩之情的方式，无疑便是孝顺父母。佛教教义中深刻阐述，人身难得，犹如在茫茫大海中捞起一根针般困难，而我们所拥有的这具宝贵的身体，追根溯源，正是来自父母的恩赐。无论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如何追求高深莫测的佛法，倘若忘记了父母的养育之恩，便如同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，忘记了自己最初的生命根源。修行者应当怀着一颗恭敬虔诚的心，尽心尽力地供养父母，让他们在生活中享受安乐与福泽，时刻关注父母的情绪，不让父母为自己担忧牵挂。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如同浩瀚的宇宙，广阔无垠，永远无法用言语完全表达，更无法用物质完全偿还，唯有通过日常的孝顺之举，点点滴滴，来传达我们内心深处那无尽的感恩之情。六祖禅师自己便是践行孝道的光辉典范，在他证悟成佛之后，依然心怀对母亲的深厚感恩之情，亲自为母亲讲法。在那宁静的时光里，禅师用温和的语言，将佛法的智慧缓缓道来，让母亲有机会聆听这殊胜的教义。最终，母亲在佛法的滋养下，心灵得到解脱，超脱了尘世的烦恼。佛陀的这种至纯至孝的慈悲之心，犹如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，为我们这些在修行道路上摸索前行的人，照亮了孝顺父母的修行之路。在家修行的佛弟子们，应当以六祖禅师为榜样，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，以孝顺父母、报恩父母为修行的出发点，脚踏实地地践行自己的修行之道，让孝道在修行中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。四、一则上下相连义，这个字蕴含着无尽的力量，它是仁爱与道德的完美体现，是我们在为人处事的漫漫征途中
始终应当遵循的根本准则。六祖禅师以其深邃的智慧，向修行者们谆谆教诲，修行之人要拥有一颗充满仁义道德的宽广胸怀，要学会尊敬他人，用心去理解他人，尤其是要设身处地地体恤父母以及身边每一个人的辛苦与不易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仿佛置身于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，经历各种各样的事。有时我们会遭遇那些无法理解自己的人，甚至会受到他人无端的误解与指责，心中难免会涌起委屈与愤懑。然而作为修行者，我们应当以慈悲为怀，心怀仁义，用宽容的心态去对待他人的过错，包容他人的不足。修行绝非仅仅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，而是如同温暖的阳光，要将光芒洒向周围的每一个角落，关照他人的福祉。当我们能够学会换位思考，从他人的角度出发，去深入理解他人所经历的痛苦与困境，我们的内心便会如同广阔的天空，变得更加宽广无垠，能够容纳世间的一切。对于在家修行的人来说，最应当掌握的修行功课，便是学会如何与家人、朋友、同事、邻里和谐相处，巧妙地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，真正做到上下相连。在这看似平凡的日常相处中，不断培养自己的仁义之心，让仁义的种子在生活的土壤中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，绽放出美丽的花朵，结出丰硕的果实。五、忍则众恶无宣。在佛教的修行理念中，是六波罗蜜之一，它宛如一座坚韧的山峰，代表着忍辱与宽容的伟大精神。然而在世俗的眼光里，很多人错误地认为忍让是软弱无能的表现，仿佛是在面对困难与挑战时的退缩与逃避。但在佛教那深邃的智慧海洋中，忍辱恰恰是一种蕴含着巨大能量的力量展现。能够心平气和地忍受他人的侮辱与不理解，并非是胆小怯懦，而是一种源自内心深处的深刻智慧与超凡大度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犹如置身于一片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丛林，常常会遭遇各种冲突与矛盾。有时仅仅因为他人的一句话、一个举动，我们便会感到愤怒与不满，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。但作为修行者，我们应当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，将忍辱作为修行道路上的重要一环，用心去修炼这门伟大的功课。忍辱并非是强行压抑内心的愤怒，让那股怒火在心底暗自燃烧，而是通过深刻的觉悟，如同神奇的炼金术，将愤怒这一负面情绪转化为宽容与慈悲的温暖力量。当我们能够修炼到忍耐与包容的境界，我们的内心便会如同平静的湖面，波澜不惊，周围的纷争与恶声也会如同虚幻的泡影，自然而然地逐渐消失。忍辱绝非是一时的无奈屈服，而是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强大力量，是超越常人境界的智慧体现，让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不断攀登，迈向更高的精神层次。六、日用常行饶益，并非仅仅局限于寺庙中那与世隔绝的闭关修炼。真正的修行精髓，在于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，不断的行善积德，如同春雨润物细无声。六祖禅师所提及的常行饶益，正是教导我们，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，都要尽可能的伸出援手，帮助他人，让利益众生的善念与行动成为我们生活的常态。修行者应当时刻提醒自己，不与他人争执计较，不陷入自私自利的狭隘泥潭，始终如一地保持慈悲心与善意，让温暖的光芒照亮身边的每一个人。在菩萨戒中，着重强调饶益有情，这意味着修行者要心怀普度一切众生的宏愿，在日常生活中积极传播正能量，如同火炬传递光明，帮助他人解决生活中的困难，真诚地关心他人的福祉，让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。
通过日常生活中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点滴行善之举，我们不仅仅是在帮助他人摆脱困境，更是在悄无声息地提升自己的修行境界。当我们将修行的理念如同灵动的音符融入到每一个小小的举动之中，我们便如同在肥沃的土壤中播下了善的种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种子将会生根发芽，茁壮成长，在这个世界上绽放出无数的善花，结出累累的善果。我们也将收获更多的智慧与内心的平和，让修行的光芒在生活中闪耀得更加璀璨。7. 成道非由施钱。在佛教的修行法门中，布施是一种积累福德的重要方式，它宛如一座桥梁，连接着修行者与善果。然而，布施仅仅是修行漫漫长路中的一部分，绝非修行的终极目标。布施确实能够为我们积累福德，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收获更多的善缘与福报，但真正的修行犹如攀登高耸入云的山峰，需要在福德与智慧之间找到完美的平衡，才能抵达那神圣的巅峰。六祖禅师曾以其智慧的洞察，明确指出，成佛之道并非仅仅依靠布施金钱与物质财富便能达成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如同挖掘宝藏一般，深入修习智慧，开启内心深处的觉悟之门，让心性得到彻底的升华与超越。我们可以通过布施，用自己的财物去帮助那些身处困境的人，为他们送去温暖与希望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更关键的是，我们要在内心深处修炼那无形的智慧。我们可以通过深入学习佛法，如同品味甘甜的清泉，汲取其中的智慧养分；通过修行禅定，让内心如同平静的湖面，映照出世间的真理。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才能达到内心的觉悟与超越，实现真正的修行蜕变。修行并非是遥不可及的虚幻目标，也绝非仅仅是僧侣们专属的修行路径。在家修行的人同样能够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份努力，每一个细微的行动，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大海，达到心灵的觉悟与升华。无论是持戒时内心的坚守，修禅时对内心平静的追求，孝顺父母时那浓浓的感恩之情，行仁义时的宽广胸怀，宽容他人时的慈悲之心，忍辱待人时的坚韧不拔，还是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行善积德，这些修行的细节共同构成了我们通向觉悟的光明桥梁。在家修行不是要逃离世俗的生活，而是要在这充满烟火气的世俗中，如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，找到内心深处的安宁与智慧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就在当下的生活中用心修行自己，用爱利益他人。或许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遭遇种种挑战与困难，会陷入迷茫与困惑，但请相信，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遇，每一次的迷茫都是觉醒的前奏。终有一天，我们会发现，真正的觉悟与解脱并非在遥远的彼岸，而是早已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愿这慈悲的佛号如同温暖的春风，吹拂着每一个修行者的心灵，给予我们力量与指引，让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坚定不移，直至抵达那神圣的彼岸。